许长安离开许家村10年，这10年他从送货员做起，后来创办云州集团。没人知道，县里最近抢着谈的乡村文旅项目背后的投资人就是他。这次回来，他没开豪车，没带秘书，没穿西装，他只是想看看自己低调一点，家里人还会不会把他当亲人。哎，这不是许德山家老三长安吗？还真是，10年没回来，咋穿成这样？不会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吧？我早说了，城里钱哪有那么好挣？当年走的时候怪硬气，说不靠家里，现在还不是拎个破包回来了？王婶儿，我爸身体还好吧？身体倒还行，就是你大哥现在当家了，你爸啥都听他的，你二哥还是老样子。二哥还在家？在，不过你大嫂嫌他傻，平时都让他睡柴房，你要是回来常住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柴房？哟，这不是老三吗？怎么城里混不下去，知道回家了？长安啊，不是嫂子说你要回来，好歹提前说一声。家里现在可不是以前了，没空天天接待闲人。我只是回家看看。回家看看？你这包都带来了，还叫看看？你该不会是想住下吧？这是我家，我不能住吗？你家？老三，你10年不回来了，家里房间早就分好了，爸妈一间，我和你大哥一间，孩子一间，你二哥睡柴房，哪还有你的地方？二哥睡柴房，你们孩子单独一间？你二哥脑子不好，睡哪不是睡？再说了，你刚回来就挑刺，要是回来要钱要房，我劝你趁早别开口。哼，家里没你房间，吃顿饭可以，住下行。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包也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放过，脏兮兮的，别弄脏我刚拖的地。爸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别站着了，坐吧。这椅子给我儿子留的，老三，你坐那个小板凳吧。怎么，还嫌板凳低？你现在什么情况，自己心里没数？在外面混好了，能穿成这样回来？我穿什么，跟我能不能回家有关吗？哼，当然有关。你要是在外面混出个人样，开车回来，带礼回来，爸高兴，我也给你摆一桌。可你看看你现在，旧衣服、破包，坐大巴，你不是混不下去了是什么？行了，回来一趟，别一进门就吵。你这些年没给家里寄过几个钱，现在回来就别摆脸色。家里确实没你房间，今晚吃了饭，你去镇上找个旅馆住吧。爸，我10年没回来，你第一句话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只问我住哪儿。一个大男人在外面混不好，别回来怪家里。你大哥有老婆孩子，你侄子要读书要结婚，家里不能因为你回来就乱套。长安，二哥，干什么？手上都是灰，别往人身上蹭。弟弟回来了，二和想抱弟弟。抱什么抱？一个傻子，一个穷鬼，还挺亲。大哥，他是你亲弟弟。亲弟弟怎么了？傻了就是傻了。这些年不是家里养着他，他早饿死。这只二和藏的不硬。脏死了！你自己吃剩的东西也敢给人？不脏，我吹吹，给弟弟吃。
你们都觉得他傻，可我进这个门到现在，只有他问我饿不饿。许长安，你少拿这傻子说事儿。家里没你地方，这是事实。长安，吃完这顿饭你就走，别让家里为难。肉给我，给你。你吃什么肉？干活慢，吃饭倒快。那肉是给我儿子的。不吃，给娃娃吃。他干什么活了？扫院儿、喂猪、挑水、烧火，他不干谁干？一个傻子白吃饭啊！爸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二和脑子不好，干点活也省得乱跑。你别一回来就管家里事儿。我不是管家里事儿，我只是问一句，他是儿子还是长工？许长安，你今天回来到底什么意思？一会儿问房间，一会儿问二和，一会儿又问家里怎么安排。你不就是听说村里要搞项目，老宅可能值钱了，所以回来分家产吗？我没说过要分家产。你嘴上没说，心里不就是这么想？在外面混不下去，回来一看老宅值钱了，就想分一杯羹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就明说，这个家里的房子、地、存款，以后都给你大哥。你大哥有儿子，要续许家的香火。二和脑子不好，靠不住。你在外面这么多年，也没指望过家里，所以家产没你的份，你不要多想。我刚回来，你就先把家产跟我撇清。爸，你是怕我回来尽孝，还是怕我回来要钱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把话说清楚，是免得以后兄弟反目。你大哥这些年在家照顾我，家产给他天经地义。二哥呢？他这些年不也在家？他挑水、喂猪、睡柴房，他算不算照顾你？他一个傻子懂什么照顾？让他干活是给他饭吃。再说了，他以后还不是得靠我们养？还要什么家产？哼！长安不走，二和有床，柴房大，弟弟睡里面，二和睡门口。听见没？傻子都知道自己睡柴屋。许长安，你一个正常人，别在这装可怜。这顿饭我吃不下了。吃不下就走，一个大男人，别动不动给家里摆脸色。你要真有骨气，今晚就别回来。弟弟去哪儿？坐下，他要走就让他走，又不是没长腿。许长安回村之前想过很多场面，父亲可能会沉默，大哥可能会生疏，乡亲可能会客套。他甚至想过，大家知道他有钱后，会不会变得不自然。所以他换了旧衣服，坐大巴回来。他想看见最真实的家，结果他真的看见了。可这个真实，比他想象中冷得多。长安！二哥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鞋呢？鞋跑丢了，没事儿，脚不疼。长安，给你钱5块，买包子，别饿。二哥，你哪来的钱？捡瓶子攒的，大嫂不知道，知道会拿走。那你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二和不饿，弟弟饿过。小时候弟弟哭，妈妈说要给弟弟饭吃。长安不哭，二哥还有馒头，明天给你偷，不给你拿。二哥，不用偷，以后没人能再抢你的钱，也没人能再让你睡柴房。
长安回家吗？他们不要你，二哥要你。二哥，这钱我收下，这是我回家以后收到的第一份礼物，也是唯一一份。徐二哥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又偷钱给那个废物了？好啊！我就说家里钱怎么少了，原来是你这个傻子偷出去给他。不是偷，捡瓶子的钱，二哥自己的。你自己的？你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穿家里的，你身上哪一分钱不是许家的？松手！怎么，你在外面混成这样，回来第一天就叫傻子偷钱，5块钱你都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5块钱是二哥捡瓶子攒的，你一口一个偷，那我问你，二哥这些年捡的废品钱去哪了？你少管闲事儿！他脑子不好，钱放他手里也是乱花。我是他嫂子，我替他管怎么了？管还是拿？长安不吵，大嫂会打人。他平时打你，不打，就是揪耳朵，就是不给饭。二哥不疼。长安，你一回来就闹什么？二和脑子不好，家里怎么管他？轮得到你插嘴？他脑子不好，就活该被抢钱，就活该睡柴房，就活该吃剩饭。够了，二和是你大哥大嫂照顾的，他们辛苦这么多年，拿他几块钱也正常。正常？他把全身上下唯一的5块钱给我，你们说他偷，你们拿他的钱却说正常。爸，你这碗水偏的不累吗？你刚回来就这么跟我说话？这钱我收下，不是因为我缺这5块，是因为这个家里只有二哥怕我饿。弟弟不饿就好。你再碰一下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不为5块钱，为你这些年怎么对我二哥。报警？你一个混不下去回来的废物，也敢吓唬我们许家？还不滚回去！你个傻子，大半夜跑出来给人丢脸！不骂弟弟，弟弟没偷，二和的钱给弟弟。长安走，大嫂生气会打人。马桂芳，你再打他一下。我打他怎么了？他吃我的饭，住我的屋，我打他也是管教。你让他睡柴房，让他吃剩饭，拿他捡瓶子的钱，现在还说他吃你的饭。马桂芳，你管这叫管教？你冲你嫂子吼什么？二和是傻子，他不懂事儿，家里不管他，他早跑丢了。家里管他，就是把他当狗屎，扫院、喂猪、挑水、烧火都是他干。他睡柴房，你儿子睡正屋。他捡废品的钱，你老婆拿走，你还敢说你们养他？许长安，你别忘了，这些年你没在家，爸是谁照顾的？二和是谁看着的？你现在回来装孝子，装好弟弟，不觉得晚吗？晚。我离开家10年是为了活下去，可你们在家10年，把亲弟弟活成了长工。许建成，你不觉得亏心吗？够了！二和脑子不好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你大哥大嫂没把他赶出去，已经算有良心了。能活着就不错了。爸，他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你少教训我！你要真心疼他，你带走啊！以后他吃喝拉撒你管，别回头又嫌他傻，丢给家里。长安不要带二和，二和笨，会拖累弟弟。二哥，你不是拖累，从今天起，谁再说你是拖累，我跟谁算账。今晚我不进这个门，但二哥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柴房。带他走？行啊，先把这些年他吃家里的饭钱结了，少说也得10万。许长安不是没地方住，他在县城有酒店，在市里有房子，只要一个电话，车队就能开到村口。可今晚
他不想走，他想看看这个家还能冷到什么程度，也想看看那个给他5块钱的二哥平时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长安，二哥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给弟弟馒头，我藏的，不脏。你晚上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喝汤，汤里有米。你看着我说，他们是不是没给你饭？给了。大嫂说，二哥今天偷钱，不能吃干的，喝水就饱。一起吃。弟弟吃，二哥不饿。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二哥，你一直睡柴房吗？柴房好，有柴，冬天不冷。漏雨吗？下大雨会滴。二哥把盆放床边，不滴被子。你生病怎么办？二哥不生病，生病大嫂骂，所以不生病。以后不会了。以后你有床，有饭，有衣服，你的钱，谁都不能拿。长安吃饱，明天回家。二哥，你想让我回许家吗？想。弟弟回家，妈妈会高兴。你还记得妈妈？妈妈说长安会回来，二哥要等，不能让大哥看见。大哥说妈妈的东西都该给他儿子。老徐家今天热闹啊！县城现在真能撑满面。听说老三回来了，咱没看见。别提了，在外面混不下去，拎个破包回来。昨晚还跟家里吵了一架，嫌我们没给他留房间。你说他一个大男人，有手有脚，还想回来啃老，那是丢人。10年不回来，一回来就要住家里，谁受得了？许德山也是命苦，养出这么个儿子。通知县里的人，今天先别进村，项目签约推迟，我还有家事要处理。长安，回家吃饭，爸爸过生日，弟弟也要吃饭。他们叫你来找我？没有，他们说不叫弟弟，可是妈妈说过生日一家人要坐一起，弟弟也是一家人。二哥，你希望我去？去，二哥给你留位置，门口小凳子，不坐地上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谁让你来的？我叫的。爸爸过生日，弟弟也吃。你个傻子，谁让你多事？来都来了，就坐吧，别闹事儿。长安坐。我操！老三回来就坐门口啊，混得不好，坐哪儿不一样。他二哥还挺疼他，傻子配穷鬼。怎么还嫌位置不好？你能来吃饭已经是爸大度，别摆你那穷酸架子。许长安，今天爸过寿，你要是来吃饭就老实点，你要是来闹，就马上滚！不滚！弟弟吃饭，二哥的饭给弟弟。你闭嘴！一个傻子，天天就知道弟弟弟弟。他要真把你当哥，怎么10年不回来？想吃饭，让你那个傻子二哥捡起来喂你啊！反正你们一个傻，一个穷，吃地上的东西也配。长安吃，吹吹，不脏。二哥，不捡。可是弟弟饿。弟弟不饿，弟弟就算饿死，也不让你捡地上的东西给我吃。二哥没用，二哥没有肉，二哥只有5块。听见没？他自己都知道没用。许长安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别在这儿装。你穿成这样回来，不就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？你要饭要到家门口，还嫌饭脏？老三，今天爸过寿，你别把气氛闹难看。想吃就坐门口吃，不想吃就滚，没人求你回来。长安，你大嫂话是难听，可道理没错。你回来就该有个回来的样子，家里现在是你大哥撑着，你别一回来就摆架子。爸，
我摆什么架子了？我进门要过1分钱吗？我要过一间房吗？我只是问二哥为什么睡柴房，为什么吃剩饭？你们就像防贼一样防我，到底是我回来要家产，还是你们心里有鬼？许长安，你少阴阳怪气，家产爸早说了都是我的，你别装不在乎。你要是真不在乎，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说，你不要许家1分钱。我不要。许家的房、许家的地、许家的存款，我1分不要。但二哥的东西谁都不能抢，他的钱、他的补助、妈留下的东西，我都要替他查清楚。你查什么查？他一个傻子，有什么东西？有没有？查了才知道。县里招商局来了。这不是县招商办的刘主任吗？他怎么来许家了？不会是给建成撑场面的吧？刘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爸今天过寿，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徐总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县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过去看乡村文旅项目方案。您电话一直关机，我们只能按您登记的老家地址找过来。徐总？哪个徐总？云州集团董事长许长安先生，也是这次回乡投资项目的主投人。你不知道？长安，你是云州集团的老板？长安，什么老板？老板有包子吗？有，二哥想吃多少都有。哎呀，老三，你看你这孩子，这么大本事，回来咋不早说呢？嫂子刚才跟你开玩笑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长安，原来你真出息了，大哥就知道你有本事，快进屋，进屋做主桌。刚才不是说家里没我房间吗？不是说我混不下去回来要饭吗？不是说我和二哥一个傻一个穷吗？那都是气话。我回家第1天，你们不给我床，不给我脸，不给我一顿像样的饭，只有二哥追出门，把他全身上下唯一的5块钱给我。他说：“长安买包子，别饿。”弟弟不能饿。从今天起，许家我只认二哥。长安，刚才是大哥不对，大哥不知道你在外面这么有本事。你说你也是，回来咋穿成这样？你要是早点说自己是老板，我们能这么误会你吗？所以我没钱就是累赘，我有钱就是亲兄弟。大哥，你这亲情认得挺快。长安，你别跟嫂子计较，嫂子嘴碎，但心不坏。你看你侄子也快结婚了，正缺一套现成房。你现在是大老板，顺手帮帮家里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刚进门的时候，你说家里没我房间，现在让我给你儿子买房。大嫂，你这嘴不光碎，还挺会算。长安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你大哥大嫂是有不对，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现在出息了，拉家里一把也是应该的。爸，刚才你说家产没我的份儿，说大哥有儿子，许家的东西都该给他。现在我有钱了，你又说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那二哥呢？他也是你儿子，他的骨头这些年被你们打断过多少次？二哥骨头好，能干活，不疼。刘主任，今天项目先暂停，我家里还有账要查。徐总，您尽管处理，项目那边县里等您通知。长安，别呀！村里都知道你回来投资了，你要是因为几句气话不投了，乡亲们怎么看咱家？你现在怕乡亲怎么看？刚才你们把肉扔地上，让二哥捡给我吃的时候，怎么不怕乡亲看？二哥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吃包子，吃热的，吃干净的，想吃几个吃几个。二和也吃。你先吃。不行，他不能走，他走了，家里的活谁干？二和不走，二和要扫院，要喂猪，要挑水，他
大嫂会生气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看他脸色。许长安，你别太过分！二和吃我们家的，住我们家的，我们让他干点活怎么了？你现在有钱了就想装好人，行啊！你把这些年的吃喝的钱结了。好，那你也把这些年二哥干活的工钱结了。扫院喂猪、挑水、烧火、捡废品，一天按最低工钱算，10年下来，你欠他多少？一家人哪有算这么轻的？你刚才让我算饭钱的时候，可没说一家人。长安，差不多行了。二和脑子不好，他的钱我们替他管，活让他干点也是为了他不乱跑。你别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。替他管？那我问你，二哥有没有残疾补助？补助卡在哪儿？每个月多少钱？花在他身上多少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查账。查什么账？二和是傻子，他懂什么钱？我们养他这么多年，拿点福气怎么了？你终于承认了，补助在你们手里。长安，你别把事情闹大。补贴是家里统一花了，你大哥一家也不容易。二和吃住都在家，钱花在家里也算花在他身上。他睡柴房，吃剩饭，穿破衣。他捡瓶子，咱5块钱都要偷偷藏起来。你告诉我，钱花在他身上了？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位可靠的法务，我需要查二哥这些年的补助、财产和监护情况。明白，徐总。许长安，你真要为了一个傻子查自己家？他不是傻子，他是我哥。长安叫我哥，长安没嫌我。我从来没嫌过你，这个家里也只有你没嫌过我。辅助的账不能让他查，不然全完了。吃，都给二和，都给你，一个就够，吃多了大嫂骂。以后你想吃几个吃几个，谁骂你，我让谁闭嘴。热的，肉多。长安也吃。长安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回来了不在家吃，跑外面吃包子，这不是让村里人看笑话吗？三弟呀，嫂子刚才嘴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么大老板，跟我们这些乡下人计较啥？刚才我是穷鬼，现在我是三弟。大嫂，你改口挺快。一家人嘛，哪有隔夜仇？你侄子马上要订婚，女方要现成一套房，你当三叔的现在有本事了，帮着出个首付不过分吧？也不用多，100万首付，另外再给辆车。你这种大老板，100万也就是一顿饭钱。我昨晚连一张床都没有，今天你们让我给侄子买房买车，你们不是一家人，你们是看我有没有钱决定认不认我。长安，说话别这么难听。你大哥这些年在家照顾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现在发达了，帮你大哥一把也是应该的。他照顾你，所以家产都给他。我有钱，所以还要给他买房。爸，你这算盘是不是从来只往他那边拨？你是我爸，也是二哥的爸。那我问你，二哥这些年的残疾补助卡在哪？好端端的，你提补助干什么？因为那是二哥的钱，我现在要查。许长安，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翻许家的旧账。你干什么？柴房乱得很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二哥睡哪儿我就看哪儿。二哥，你就睡这里。这里好，有柴，冬天能挡风，下雨盆接着，不滴脸。爸，你睡过这种被子吗？二和不挑，给他睡正屋，他也睡不明白。他不是不挑，是你们从来没给过他挑的资格。许长安，你差不多行了。二和脑子不好，住正屋，万一乱翻东西怎么办？
再说他吃住都在家，柴房也是家里地方。这是你写的？嗯。妈妈说长安会回来，二和要等。二和没有睡着，一直等。破照片贴这儿干什么？看着晦气！你放手！这是许家的屋，我想撕就撕！你敢撕一下试试？这是我妈的照片，也是二哥的东西。从今天起，你动一下，我让你10倍赔！你吓唬谁？你们说养了二哥10年，这就是你们养的结果。睡柴屋，盖破被，吃剩饭，连我妈照片都保不住。徐建成，你们欠他的不只是补助。长安，二和有东西，妈妈说给弟弟看。徐二哥，谁让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？二哥有残疾症，那就一定有补贴。徐建成，卡在哪儿？你问我干什么？家里这么多年开销大，钱早花了。花在哪儿？吃喝不要钱，衣服不要钱，他一个傻子，天天在家白吃白住，补助花在家里，不就是花在他身上？他穿的衣服，袖口破了3个洞；他睡的被子，潮的能拧出水。他今天吃肉，还要看你脸色。你告诉我，钱花在他哪里了？长安，别查了，一家人过日子，钱进钱出说不清楚。你现在有钱了，何必盯着以前那点补助？因为那不是一点补助，那是二哥这些年唯一属于自己的钱。你们连这点钱都要拿走，还说是为了家里。徐总，您要的法务到了。苏婉晴，云州集团法务总监。徐总，已经查到初步信息。许二和先生自7年前起，每月有残疾补助和护理补贴，补助卡登记账户不在许二和本人名下，实际收款账户是许建成。你胡说！我是他哥，我替他管钱，有什么问题？替他管钱可以，但必须用于本人生活、治疗、照护。这里有7年流水，补助到账当夜，多次转出至马桂芳名下账户。消费记录包括金手镯、县城饭店、儿童培训班、摩托车首付，没有一笔明确用于许二和。钱？二和有钱吗？有，只是被他们拿走了。我们让他不要钱啊！他一个傻子，给他钱也是浪费。他傻，不代表他没权利；他不会说，不代表你们能抢。你真要为了一个傻子跟秦大哥撕破脸？不是我要撕破脸，是你们连二哥最后一点尊严都撕了。徐总，还有一份委托管理协议，上面有许二和的手印。二哥，你按过这个手印吗？大哥说按了有糖，二和按，可是没有糖。拿糖哄他按手印儿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一个傻子懂什么协议？什么叫哄？他是自愿的，他是成年人，按了手印就算数。许建成先生、许二和先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涉及长期财产委托，必须有真实意思表示，且不得伤害本人利益。用按了有糖诱导手印，这份协议效力有重大问题。你少拿法律吓人！我们是一家人，家里怎么管钱怎么花，轮得到外人插嘴吗？你们说是一家人，可流水里二和先生的钱没有用在他身上，这不叫一家人管理，这叫侵占。婉晴同志是吧？这事儿能不能内部解决？建成夫妻确实不周到，但二和这些年也确实在家里吃住，一家人闹到法律上难看。爸，你还是护他。他拿二哥的钱，你说内部解决；他骗二哥按手印，你说难看。那二哥睡柴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难看？从今天起，
二哥的补助卡、账户证件全部重新核查，该追回的钱一分不少，该作废的协议一张不留。谁再碰二哥的钱，我直接起诉。你敢！二和在家吃了这么多年饭，你以为说带走就带走？他以后谁养？谁伺候？谁给他擦屁股？二和自己擦，二和不麻烦，别不要二和。没人不要你，二哥，你记住，你不是麻烦，你不是累赘，你是我哥。长安叫我哥，二和不是累赘，不是。你们听清楚，二哥不是你们的长工，不是你们的钱袋子，更不是你们想骗就骗的傻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护他。你护他？那妈留下的老屋钥匙，你知道在谁手里吗？什么老屋钥匙？妈走之前留下的那间旧屋，你不是想查二和的钱吗？那你怎么不查查那间屋现在归谁？当然归我们家。爸早说了，老宅、旧屋、地都给建成。你别以为有钱了就能回来抢。我没说要抢，我只问二哥有没有分。二和脑子不好，给他房子有什么用？他以后还不得靠你大哥养？哼，老屋给你大哥最合适。又是这句话。二哥脑子不好，所以钱你们拿；二哥脑子不好，所以房你们占；二哥脑子不好，所以他连自己的东西都不能有。少废话！这是二和的放弃权益书。许长安，你不是要带他走吗？行，让他按手印，按完他的钱、补助、老屋、老宅都跟我们算清。以后他吃喝拉撒你管，别再回来找许家。不按了，大哥不给弟弟回家。大哥说不按，弟弟不能吃饭。你拿我威胁他？我这是让他自己选，他是成年人，他有手有嘴，他愿意按，你管得着吗？许二和先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你们用不让弟弟回家、不给饭吃威胁他按手印，这不是自愿，这叫诱导和胁迫。你少吓唬人！他就是个傻子，知道什么权益？不让我们管，难道让他自己守着房子？放弃补助，放弃老屋，放弃所有财产收益，以后不得向许建成夫妇追索任何费用。你这不是放弃书，这是要把二哥最后一点东西全抢干净。许长安，你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们养他这么多年，他把东西留给我们怎么了？他不是欠你们，是你们欠他。今天这个手印，他按也得压。不按！长安说不按！怕什么？大哥还能害你？按了以后，长安就带你走。你不是喜欢弟弟吗？你按啊！松手！你想干什么？这只手，谁也别想骗。刚才强迫按手印的过程我已经录下来了，这份协议我会提交做证据。录什么录？这是我们许家的家事，你个外人凭什么管？因为这不是普通家事，涉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权益，涉及诱导签订无效协议，还涉及多年补助资金去向。你们就是欺负我们不懂法。你们不懂法，但你们懂钱。补助到账，你们懂得转走；旧屋值钱，你们懂得藏钥匙。二哥不会反抗，你们懂得骗他按手日。现在说不懂，晚了。长安，你非要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吗？建成是你大哥，二和以后也需要人照顾。你这么查下去，兄弟情分还要不要啊？兄弟情分？大哥抢二哥的钱叫兄弟情分，大哥骗二哥按手指叫兄弟情分。二哥给我5块钱，你们却说他偷。爸，你说的情分，怎么永远只让老实人吃亏？长安，不吵，二哥摁也行。长安别生气，二哥不要房，不要钱。二哥，你听清楚，那是你的东西，你可以不要，但不能被他们骗走。你不是没人管。从今天起，我管。补助账我查，老屋权属我查，伪造手印我也查。从今天起，二哥的一切你们谁都别碰。二哥，坐。喂，床干净。
二和脏，会弄脏。床就是给你睡的，以后你不用睡柴房。真软，像云。徐总，我已经联系了民政和残联那边，明天可以查补助发放记录、老屋产权和遗嘱，需要找到原始文件。先查二哥这些年的钱，钱能追回多少算多少，但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拿了多少。长安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妈写的。妈妈说，钥匙不能给大哥，不能给爸爸，等长安回来。给长安。朕这些年一直藏着，藏衣服里，大嫂洗衣服，二哥就拿出来。我晚上睡觉放枕头下面，大哥找过，二哥没说。这把钥匙很关键，如果老屋真是你母亲单独留给你们的，许建成没有权利强占，那份遗嘱可能就在老屋里。明天去老屋。不能去！大哥说老屋是他的，谁进去打断腿。二哥，这把钥匙是你守了10年的，明天你带我开门。谁敢拦你，我拦他。二哥带长安回妈妈屋。钥匙在那个傻子手里。妈妈屋，二哥没进去，二哥怕弄坏。今天我们一起进去。住手！长安啊，这老屋属于村文旅改造范围，村里正准备统一拆改，你们现在开门不合适吧？拆改？谁同意的？你大哥呀，他是许家代表，他已经签字了。许家代表？这屋如果是我妈留给二哥和我的，我大哥有什么资格签？你少拿妈说事儿！爸还活着，许家的东西就该爸说了算。爸说给我就是我的。长安，这屋空着也是空着，村里要做项目，拆了能赔一笔钱。你大哥有孩子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就别跟他争了。又是大哥有孩子。爸，我问你一句，妈留下这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答应过她要等我回来？妈妈写了，等长安，不给大哥。你个傻子知道什么？谁知道这纸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纸张年代、笔迹、墨迹都可以鉴定。你们如果觉得是假的，那就走鉴定。但在全属改清之前，谁都不能拆这间屋。苏律师，村里项目时间紧，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人扯皮耽误整体进度。赵主任，你最好先弄清楚，我回村投资，不是让你们打着项目名义抢我二哥的屋。这个项目如果要靠欺负一个智力受损的人推进，那他今天就停。你敢停项目？全村人都省着挣钱呢。我投钱是让乡亲们挣钱，不是让你拿我二哥的手印和钥匙换钱。二哥，开门。妈妈屋，二哥没弄脏，二哥一直守着。二哥，你守得很好。这屋是许家的，里面的东西也是许家的。许长安，你没资格乱动。徐建成先生，这封信写明收电人是许长安和许二和，在内容查明前，任何人不得抢夺、损毁。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我婆婆死了那么多年，随便一张破纸就想抢房子。长安、二和，妈若是不在了，这间旧屋留给你们兄弟2个。二和心智不全，但他不是没心。长安在外若有一天回来，二和会认得你。这屋是你们兄弟的退路，谁也不能替你们卖，谁也不能替你们签。建成已另分载几地，家中大屋可由他承继，唯独这间旧屋是我留给二和和长安的。德山，你若还念夫妻一场，别偏心到连2个孩子最后的落脚地都夺走。妈妈说，
屋给二和和长安，大哥不能拿。一封信算什么遗嘱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写的？是不是有效？可以做笔迹鉴定，可以找见证人，也可以查当年登记材料。但从现在开始，这间旧屋不能拆，不能卖，不能转让。长安啊，村项目不能因为你们家这点事卡住啊！这是我二哥的屋，不是你项目里的空地，谁敢动一块砖，我停掉整个投资。长安，你妈当年确实留过这么个意思。你知道？这信我10年前就看过。10年前你就知道，可你刚才还说这屋是大哥的。爸，你是忘了还是故意瞒着我？我不是故意瞒你，你当年一走就是10年，谁知道你还回不回来？二和又是这个样子，房子放他名下有什么用？建成是长子，还有儿子，许家的东西总得有人撑门面。所以妈留给我的，你替我给了大哥；妈留给二哥的，你也替二哥给了大哥。你一句长子，一句香火，就能把我们2个都抹掉？我是你爸，家里的事儿我还不能做主。你是我爸，也是他的爸。他守了这把钥匙10年，睡柴房也不交出来，被骂傻子也不说。可你呢？你明知道妈把屋留给他，还任由大哥逼他按手印儿。二和不安，安了。妈妈屋没了，长安没地方回家。爸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二和傻，长安不回来，难道房子空着烂掉？再说了，我是大哥，我替你们管着有什么错？管理不等于侵占，尤其是在全属人明显不是你的情况下，你没有资格签拆改，也没有资格收取任何补偿。什么侵占？我们这些年照顾二和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房子给我们怎么了？他一个傻子会住吗？会赚钱吗？二哥不会赚钱，所以你们拿他的补贴；二哥不会争，所以你们抢他的屋；二哥不会告状，所以你们让他睡柴房。你们真会照顾。长安，爸承认偏了些，可你现在有钱了，一间旧屋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就让给你大哥吧。我没钱的时候，你说我回来争家产；我有钱了，你说让我别计较。爸，你偏心偏得真直白。做笔迹鉴定，查权属，查谁私自签过拆改协议。徐总，这里还有一份二和先生放弃老屋权益的手印文件。看见没有？二和早就按过手印儿，他自己同意把老屋给我。许长安，你别再闹了。没有，二和没有给。妈妈说等长安，不能给大哥。你一个傻子知道什么？你按过的东西多少？你记得清吗？二哥记不清，你们就能随便替他说自愿？这份文件日期是去年6月12号。赵主任，村里存档也是这个日期？应该是吧。当时是建成拿来的，说家里都商量好了。去年6月12号，许二和在镇医院住院，诊断记录、缴费记录、护士交界表都在。住院原因是高烧肺炎，全天没有离开医院。请问他怎么回村按手印？住院的时候按的手印，那这不是假的？连傻子的手印都敢造，太缺德了。可能是日期写错了。农村办事哪有那么严？还有一点，许二和先生右手拇指有旧伤，指纹有明显断纹，这份手印纹路完整，没有断纹，初步判断不是他的右手拇指。二哥，把手给我。小时候割草流血，妈妈捶捶。这份手印是谁按的？我不知道，只
是赵主任让我付材料。徐建成，你别乱说，材料是你交的。就算手艺有问题，那也是为了家里好。二哥懂什么房子？这屋给他也是浪费。所以你们承认了，你们知道他不懂，所以才骗，所以才造假，所以才敢拿他的屋换钱。这屋本来就是秀梅留给二和和长安的。德山，当年秀梅咽气前，我就在床边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王婶，这是我们许家的事，你别掺和。我不掺和。当年你妈病得下不了床，是谁帮着喂药？她咽气前拉着我的手，说得清清楚楚。大屋给建成，旧屋给二和和长安。她说二和心智不全，怕他以后被你们欺负。她还说长安总有一天会回来，回来要有个落脚的地方。王婶儿，我妈真这么说过？说过，不止说过，还让我做见证。他当时手抖得厉害，那封信还是我扶着他写完的。许德山也在旁边，他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当时也是没办法，建成是老大，他要结婚要生孩子，二和这样，长安又不在家，我只能先顾眼前。你顾的不是眼前，你顾的是大哥。你怕他不高兴，怕他没房，怕他儿子没面子，可你从来没怕过二哥睡柴屋，也没怕过我回来连门都进不了。爸爸不要骂，爸爸老了。二和不生气。傻孩子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你这些年吃了多少苦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苦，长安回来就不苦了。长安，还有件事儿你该知道了。什么事？你二哥不是天生傻，他小时候可机灵了，会背诗，会爬树，还知道护着你。后来摔坏脑子，是因为救你。救我？水，长安掉水里，二和了，石头疼。二哥，你记得？记得一点点。长安哭，二和说不怕，二和在。那年你落水，是二和跳下去救你。他把你推上岸，自己头撞在石头上，醒来以后人就变成这样了。王婶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二哥不是天生这样。不是，二和小时候可机灵了。你妈还在的时候，村里人都说许家老二脑子活，心也善。他会背诗，会算账，还会护着你。你小时候胆子小，别人抢你糖，他第一个冲出去替你打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出事儿了。那年你才6岁，河边涨水，你掉进水里，是二和跳下去救你，他把你推上岸，自己却被水冲到石头边，头撞的全是血。人是救回来了，可醒来以后，就成了现在这样。水冷，长安哭，二和拉弟弟，石头疼。二哥，你还记得？记得一点点。长安掉水里，妈妈喊，二和说不怕，二和在。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爸，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王婶儿，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还拿出来说什么？二和自己不小心撞了头，跟谁有什么关系？许长安那时候才多大，他知道什么？长安那时候小，不知道，可你不小了。许建成，你敢说那天长安是自己掉进河里的？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当年要不是你妈临终前拦着我，
说别再让兄弟反目，我早就说出来了。大哥，当年我掉进河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是你亲手把长安推下去的。当年长安和二河的事儿，根本不是意外。你放屁！王婶儿，你别仗着年纪大就乱说。许长安掉河里是他自己贪玩，许二河撞坏脑子也是他自己命不好。我问你，当年是不是你推的？我说了，不是。你还不承认？那天我就在河边洗衣服，你抢长安手里的木船，长安不给，你就骂他没爹疼没娘护。后来你一把推过去，他脚下一滑，人就掉进河里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抢我的木船，你说那是大哥的东西，我不给，你就推了我。小孩子打闹算什么推？谁知道你那么没用，一推就掉下去。再说了，啊，二河要不是自己逞能跳下去，能撞到头吗？他这是承认了吧？把弟弟推下水，还怪二河救人，二河变成这样，原来真是他害的。你推我下河，二哥救我撞坏脑子，你害他一辈子。这些年，你还骂他傻子，让他睡柴房，抢他的补助，骗他的房子。许建成，你还是人吗？我那时候也是孩子，小孩子懂什么？再说二河傻都傻了，这么多年不也活着吗？你现在翻旧账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因为二哥这20年，每一天都在替你还账，他替你承担了罪，替我挡了命，最后还被你当累赘踩。长安，你冷静点，小时候的事儿谁说得清？现在建成是你大哥，你有钱了，何必揪着不放？别再拿大哥2个字压我，他不配。长安，不打了，大哥会疼，二河不疼，早就不疼了。爸，当年大哥推我下河，二哥为了救我，撞坏脑子，你是不是知道？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听我说的。二河出事第3天，我就去找过你。我说建成推了长安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说孩子还小，传出去不好听，你还求我别告诉秀梅，怕她伤心。所以你知道大哥害了二哥，可你把这件事压了下来。我能怎么办？建成也是我儿子，他那时候还小，难道真要毁了他一辈子？二河再把建成也毁了，这个家还怎么过？所以为了不毁大哥，你就让二哥一个人毁；为了让这个家过下去，你就让二哥睡柴夫，吃剩饭，被大嫂打，被大哥骗。爸，你真公平。我承认我偏心了，可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大哥现在也有家有孩子，你现在也有钱了，能不能别再追究了？又是我有钱了，我没钱的时候你们怕我回来争家产，我有钱了，你得让我别计较。爸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我有钱，所有委屈都该自己咽下去？长安不委屈，二河给钱买房子。徐总，幼年伤害追责有时效和取证难度，但补助侵占、伪造手印、财产权益这些都能查。如果要保护二哥，必须从现在的证据入手。查，就是查不回他的脑子。现在还在抢他的东西，就一件都别想留下。许长安，你真要把家里人逼死啊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们欠二哥的账，终于到该还的时候。长安，别怪爸爸，大哥也不是坏人，二河真的不疼了。二哥，你真的不疼吗？不疼，以前疼，后来妈妈吹吹，后来就不疼了。那你这些年睡柴房冷不冷？不冷，有柴。吃饭呢，饿不饿？不饿，喝水饱。大嫂打你，你怕不怕？怕一点，但是二河听话，听话就少打。二河呀，你不是不疼，是没人问你疼不疼。长安问了，长安好。二河，爸以前是不是对你不好？爸爸好，爸爸给二河名字。爸爸老了，二河不怪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连怪你都不会，所以你们才敢一直欺负他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他不会告状，不会记仇，不会争。但从今天起，
他不会争，我替他争。你替他争什么？一个傻子，要钱不会花，要房不会住。你现在闹这么大，不就是想借他名义抢家产吗？到现在你还觉得是家产？徐建成，你真没救。我说错了吗？你有钱，你当然能装清高。可许家的东西本来就该给我。二和是傻子，你10年不回来，凭什么现在回来抢？我不抢许家，我只拿回二哥的。二哥的补助你们吐出来，二哥的老屋你们退出来，二哥被伪造的手印你们说清楚，还有你欠他的那一辈子，我会让你每天都记着。够了！建成，别说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二和。爸，你也帮他！二和变成这样是我们欠他的。爸爸不哭，妈妈说一家人不哭。继续查，我不要眼泪，我要账。徐总，许建成名下最近多了一笔10万元转账，备注是老屋拆改预放款。老屋权属还没查清，二哥的手印文件还是假的，你已经收了10万预付款。那是村里提前给的，老屋迟早要拆，钱先给我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，这屋不是你的。怎么不是我们的？你妈死了这么多年，老屋一直是我们看着。二和一个傻子知道什么？你又10年不回来，这钱不给我们，难道给一间破屋子？根据目前证据，这间老屋至少存在重大权属争议，在争议未解决前，任何拆改、转让、预付款、收取都有问题。如果确认许建成无权区分，这笔钱属于不当血。苏律师，话别说这么重，村里项目推进急，建成又说他是家里代表，我们也是按流程办事。流程里有没有写可以拿一个智力受损的假手印换钱？流程里有没有写村主任可以不核实权属就先把钱打给我大哥？长安，钱已经收了，建成家也难，侄子要订婚，彩礼、房子都要钱。你现在这么有钱，10万块对你来说算什么？别把你大哥逼到绝路。二哥被逼到柴房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绝路？二哥补助被拿走7年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绝路？二哥因为大哥推我下河傻了20年，你怎么没说绝路？你们总说旧事过去了，可二哥的脑子没过去，柴夫没过去，被抢走的补助没过去，这10万拆稿款也没过去。长安，别生气，房子给大哥，二和不要。长安不要哭。二哥，你可以不要，但他们不能抢。你不会争，我替你争。这不是为了房子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，你不是随便被拿走东西的人。长安说的对，二和不懂不代表他没份儿，不能因为他傻就把他的东西都分了。徐总，我建议立刻申请冻结这笔预付款留销，同时重新为二和先生建立独立账户，以后他的补助、赔偿、房屋收益全部单独管理。但你敢冻结我的钱？那不是你的钱，是你从二哥身上抢的第一笔被抓住的钱。徐总，二和先生这些年的补助总额不止7万，算上护理补贴和临时救助，一共19万6。长安，二和不办，二和不要钱，钱给大哥，大哥就不生气。二哥，以后你不用拿钱换别人不生气，你的钱就是你的。许先生，苏律师已经提前沟通过，许二和先生的独立账户可以办理。补助后续改入新账户，需要本人和相关监护材料配合。二和笨，二和不会写名字，别骂二和。不会写没关系，慢慢学。今天你只要知道这张卡是你的，谁都不能拿走。大嫂也不能，不能。大哥也不能，不能。爸爸呢？爸爸也不能。那二和能卖包子吗？能，想买几个买几个。但你不只是能买包子，你可以买新衣服、新被子，也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。不能办！他一个傻子办什么账户？卡给他，他转头就弄丢了。我是他大哥，以前都是我管他的补助，银行凭什么绕过我？凭这份初步调查材料，7年补助入你账户后没有合理支出记录，凭伪造手印协议，凭你们诱导许二和放弃财产权益，在相关问题未查清前，你不适合作为资金管理。你一个律师，凭什么定我不适合？我不定，我提交证据，最后让有关部门定。把东西给我！你个傻子，别给他们骗！你再碰他一次，我不只是查账，我连你这些年打他、抢他钱、逼他干活一起查。请不要在大厅闹事，否则我们报警处理。许二和先生，这是您的卡。二哥，拿着，这是你自己的东西。长安，二和有钱了，
能给你买大包子吗？能，但第一笔钱先给你买新被子。我知道了。徐总，村里出事了，有人用您的名义向村民收项保证金。徐总，你可来了！我交了2万保证金，说能优先进民宿合作名单，啥时候签合同？我交了1.5万，说能分摊位，收据上写着云州项目预付款，这钱到底算不算？徐总，你们许家人收的，我们才信的。谁收的？长安，这也是为了项目顺利推进。村民想加入合作，总得有个报名顺序。保证金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占名额不干。云州项目什么时候授权你收保证金了？你大哥说你同意了，他说许家内部已经商量好，由他代表你处理村里报名。我什么时候让你代表我？我是你大哥，你回村投资，我帮你先把事情铺开，有什么问题？再说了，村民愿意交，是信任我们许家。他们信的是项目，不是你。你拿我的名义收他们的钱，这叫帮我铺路，这叫卖我的名义。许建成，你不是说徐总亲口答应的吗？你还说名额有限，不交就没机会，我这是借钱交的呀！你们急什么？钱又不是不给你们算，项目一开，你们不都能赚钱？这张收据没有云州印章，收款账户是个人大户，收款人许建成，用途写的是云州项目保证金，这已经涉嫌冒用名义收款。我只是提供场地，收钱是建成收的。赵满仓，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你说先把村民钱收上来，项目就跑不了。看来这不是误会，是你们早就商量好的。长安，他们又要抢钱吗？这次，他们抢的是全村人的钱。徐总，这上面还有二哥的手印，说他也同意许建成代表许家收钱。不是，二哥没有案，二哥不收钱，二哥听长安的。别怕，我知道不是你。你们都看见了，二哥也是许家人，他同意我代表许家，他按了手印，这事儿就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二哥虽然脑子不好，但他认建成这个大哥，他同意了，你们现在凭什么不认？凭这份授权有重大问题。第一，徐二和先生无权代表云州集团；第二，徐二和先生也无权替许长安先生授权；第三，他本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这类授权必须经过合法程序确认；第四，这个手印很可能依旧不是他的。又说不是他的，你们每次都说不是他的，难道手印还能自己长腿跑来？能现场比吗？可以做初步比对，正式鉴定需要机构，但当场能看出明显差异。大家看，二和先生右手拇指有横向旧邦，真实指纹中间有断纹，但这份授权书上的手印没有断纹，这不是同一根手指。又是假手印！许建成到底造了多少假？你拿一个傻子的名义骗我们钱，这都管人话干什么呢？他不是傻子，他是被你们这些聪明人骗得太久了。这手印不是我弄的，是赵主任说村里存档需要完整材料，他说二哥不懂，补个手印就行。许建成，你少咬我！收拾钱是你收的，手印材料也是你交的。退钱，马上退！我们是信徐总，不是信你们这两个骗子。退钱！所有交过钱的村民，把收据交给苏律师登记，谁收的钱谁退，谁伪造手印谁担责。云州项目不收保证金，不卖关系名额，更不让任何亲戚插手收钱。长安，二和没有案，二和没害人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徐总，这钱是给我孙子看病的。许建成说不交钱就没名额，
他说项目稳赚，半个月就能分红，我才把钱拿出来。现在医院催费，你们把钱退我吧。我也交了2万。都得2万好了，我交了1万5。徐建成，你今天必须退钱。急什么？项目还没开始，钱怎么退？再说了，这事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。二和也同意了，你们看见授权书了？许家项目授权，他也安了手印儿。要说责任，他也有份儿。没有，徐二和没有收钱，二和不知道，徐二和不害人。他不知道，他都按手印了。你们可别光找我们家建成，徐二和也是许家人，钱要退也有他一份责任。二和，你真安了手印儿？没有，手疼。许二和有疤，许二和不按。许二和挺长安的。徐建成，你连最后一点脸都不要了。你收钱的时候知道用自己账户，现在要退钱了，就把二哥推出来背锅。他是傻子，我替他做决定怎么了？再说这项目是你许长安的，村民是冲进来的，现在闹起来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收据没有云州公章，合同没有云州授权，收款账户是许建成个人大户。所谓二和手印初步比对为假，这笔钱谁收谁退，谁伪造材料谁担责。对，钱是打给你的。别拿二和当挡箭牌，人家二和连字都认不全，你拿他手印骗我们。大家冷静，今天先登记，后续村里协调。不用后续，就在今天，所有收据当场登记。许建成收了多少，赵满仓经手多少，一笔一笔说清楚。徐总，非要把事情闹大，你这个项目在村里可不好落地。许建成，出来退钱！我家贷款交的保证金，你说半个月分红，现在合同都没有。赵主任也在场，你们一个都别跑。这可怎么办？钱都给儿子订婚花了一部分了，还有10万老屋预付款也够了，现在去哪儿拿钱退？闭嘴！还不是你天天催我给儿子买房。要不是许长安回来搅局，项目一开，钱早赚回来了。建成，你到底收了多少？没多少，加起来40多万！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爸，你现在骂我有什么用？你去找许长安啊，他有钱，他只要先垫出来，村民就不闹了。长安，村民都在闹，你大哥确实做错了，可事情闹大了，丢的是许家的脸。你先拿钱垫上，回头让你大哥慢慢还。又让我垫，二哥补助被拿走，你让我别查；老屋被抢，你让我让给大哥。现在大哥骗村民40多万，你让我先垫。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钱就该替他擦一辈子屁股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他是你亲大哥，他拿二哥的假手印骗人时没想过亲兄弟，他把责任推给二哥时没想过亲兄弟，现在要赔钱了，你们想起来我是亲弟弟了。徐总说的对，谁收钱谁退，别让徐总背锅。你们别忘了，许长安是云州老板，项目是他的，他不退钱，项目就别想开。项目可以不开，但账必须清。谁想拿我的名义骗钱，谁就自己跪着还。许长安，你真不怕全村人反过来怪你？今天开会只说3件事：第一，云州项目从未收过保证金；第二，
许建成和赵满坚私下收的钱跟云州无关。第三，项目以后怎么做，今天当着全村说清楚。云州项目合作规则：不收报名费，不收保证金，没有亲戚优先。合作户按房屋条件、劳动参与、产品质量、诚信记录综合评定，所有合同统一签署，所有分红公开公示。不收钱？那许建成说的2万保证金是假的？他说不交就没名额。你自己解释。我也是想提前筛选，怕到时候名额太乱。筛选不需要打击你私人账户，更不需要伪造许二和先生手印授权。你收的每一笔钱，今天都要登记。徐总，那我孙子的手术费，您这笔钱今天优先退，但不是云州替许建成买单，我私人先垫给您救急，后续依法向许建成追偿。救命钱不能等，但责任不能乱。奶奶不跪，长安说不能跪。之前还说他傻，这孩子比有些聪明人有人味多了。徐总，村里支持项目，但村委也得参与管理，你不能什么都绕开村里。村委可以监督，可以协调，但不能收钱，不能插队，不能替我安排亲戚名额，更不能拿假手印骗村民。项目是惠民项目，不是私人提款机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收款和授权材料先封存核查。刘主任，这就是误会，40多万的误会。许建成，你这个误会够判多少年？你自己算过吗？徐总，你这样不给村委面子，我看这项目批地手续也该重新研究研究。对，村里的事儿离了赵主任办不成。许长汉，你别以为有钱就能在村里横着走。赵主任，你确定要拿项目手续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这是程序。村里土地、老屋、民宿改造都要村委配合。你要是连村委都不尊重，项目怎么推进？既然赵主任讲程序，那我们也讲程序。这里有3份材料：第一，许建成收取保证金期间，村委会提供场地；第二，部分收据盖有村委项目协调章；第三，有15笔保证金转入许建成账户后，又分批转出给赵满仓亲属账户。你胡说！收款人赵小勇，赵主任的侄子，备注写的是协调费，一共8万6千。赵主任也分钱了？难怪他一直帮许建成说话。我交的钱不是进项目，是进他们家了。主意是你出的，你说先用许长安名义把钱收上来，你说项目有他兜底，村民不敢闹。现在出事儿，你想让我一个人背？许建成，你别乱咬，钱是你收的，假手印也是你拿来的。赵满仓，假手印不是你让我补的吗？你说二和脑子不好，随便摁一个也没人查，你现在装什么清白？不是二和，二和没有按，二和不骗人。大家听见了，他们一个收钱，一个盖章，一个造假，一个分账，出了事就把二哥推出去背锅。你们现在还觉得这是家事吗？退钱！查赵满仓！哪一个傻拿二和的手印骗我们？太不是人了！赵满川，相关材料先由县里封存，你暂时停止参与云州项目协调，保证金问题、虚假授权问题会正式调查。长安，你救救你大哥，他就是一时糊涂啊！他不是一时糊涂，他是每次都知道该欺负谁。以前欺负二哥，现在欺负全村。这一次，谁都救不了他。不好了，二和不见了！刚才有人看到他抱着布包往废砖窑去了。谁看到他往哪儿去了？我刚才看见二和抱着一个布包往村西废砖窑去了。他走得很急，嘴里还念着妈妈的东西不能丢。他跑就跑了呗，一个傻子，过会儿自己就回来了。现在村民的钱还没说清，
你别想趁机转移话题。闭嘴！你现在最好祈祷二哥没事，否则你今天收的不是钱是债。他自己跑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跑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们一次次拿他的手印造假，一次次说他也有责任。他听不懂法律，但他听得懂你们又要抢他东西。高主任，你别走，钱的事还没说清。这里交给你，所有收据登记，所有人别放走。我去找二哥。你放心，我会把账封住。你把二哥带回来。我害怕被人抢妈妈的东西，飞船窑那边塌过，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！二哥，徐二哥，你在哪儿？二哥，别抢妈妈的东西，不能给大哥。二哥，是我，长安来了。不给，徐二哥不给。妈妈说等长安不能给大哥，不能按手印。我不抢。二哥，我是长安，你看我。长安，他们说二哥也收钱，他们说二哥按了手印，二哥没有，二哥不骗人。我知道。二哥没有骗人，骗人的是他们。妈妈的东西在里面，大哥要抢，爸爸也让给大哥，二哥藏起来，二哥没丢。二哥，你守得很好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手给我的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打开，好不好？长安拿了东西，会走吗？不走。我拿回妈妈的东西，也带你回家。以后你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他们说二和是累赘，长安带二和会被笑。谁笑我让谁闭嘴。二哥不是累赘，你是这个家里唯一把我当弟弟的人。长安不哭，二和在，二和护你。不行，弟弟脚疼。二哥脚也会疼。回村委，今天不光查钱，还要查他们到底从二哥手里抢了多少东西。我包里还有妈妈给弟弟的钱，二和一分都没花。一个破包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二和脑子不好，说不定里面都是垃圾。不是垃圾，妈妈的，给长安的。你最好闭嘴，你再说一句垃圾，我就把你刚才收据登记的每一笔当着全村念出来。徐总，打开前我建议全程录像，里面如果涉及遗嘱、存折、老屋权属或者二和先生财产，都可以作为后续证据。录。这张不是你给我的那张，那张给长安卖包子，这张是妈妈给长安的。妈妈说长安回来给长安，二和没花，二和有捡瓶子的钱。存折开户时间10年前，户名许二和，余额8326元。二哥，这是哪儿来的？捡瓶子，卖废铁，帮人搬柴。王婶给2块，李叔给5毛，给长安娶媳妇儿。这钱是家里的，二和吃家里住家里的，他挣的钱当然该交给家里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人家捡瓶子的钱你都惦记，二和给弟弟攒钱，你拿他补助买手镯。他一个傻子，留
骗，他把一切都守给我，而你们把他的一切都当成自己的，到底谁在骗？给长安，都给长安，长安别走。二哥，这不是你给我的，这是你替我守了10年的家。长安，二哥都有，都给你。长安别走，长安有家。哥，你听我说，这些东西我收下，但不是因为我缺钱，是因为这是你给我的家。以后我也给你个家，有床，有饭，有衣服，还有门。那扇门只要你不愿意，谁都不能进来抢你的东西。二哥也有家。有，你有。不睡柴房，不睡，吃热包子，每天都有热饭。大嫂不打，他不敢。许长安，你别把话说太满。你现在是有钱，可他是傻子。你能养他1天2天，能养他一辈子吗？能。我不仅能养他，我还会让他有自己的账户、自己的房间、自己的收入、自己的名字。而你们以后再想拿他一个手印、1分钱、1块砖，我让你们跪着还。长安，爸以前糊涂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绝。建成是错了，可他也是你哥，这个家不能真散了。爸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从你让二哥睡柴府那天，从你藏取妈的信那天，从你知道大哥推我下河却替他瞒下那天，这个家就已经散了。我今天不是拆家，我是把二哥从废墟里带出来。徐总，所有收据已经登记完，许建成个人收款43万2，赵满仓相关账户转入8万6，二和先生补助和旧屋权益材料也已封存，可以进入正式追偿和调查程序。那就查到底。你真要把我送进去？你不是第一次欺负二哥，但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长安，二和能回家了吗？能。哥，我带你回我们的家。大家都看清楚，许长安嘴上说护二和，实际上就是想抢二和的钱。他现在有钱有势，还盯着一个傻子的8000块存折。这种人不是不孝是什么？长安应该不缺这点钱吧？可他确实把存折收下了，这事不好说，亲兄弟也怕算计。不是，二和给长安，长安没抢，大哥说谎。你看他自己都说给长安了，二和脑子不好，他懂什么？许长安就是哄他，把他的东西都骗走。不是骗，妈妈说等长安二哥守着，二哥没有丢。既然你说我抢二哥的钱，那今天就当着全村说清楚。二哥这本存折余额8326，这里面每1分都是他捡瓶子、搬柴、做零活攒的。我收下，不是拿走，是替他登记、替他保全、替他追回被你们拿走的更多钱。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花？许二和先生的新账户已办理，账户本人名下，后续所有补助、追回款、房屋权益收益都会进入独立账户。许总不是收款人，也不是受益者，他只是申请权益保护和财产监管见证。原来钱还是二和自己的，长安根本1分没拿。那许建成刚才不是故意泼脏水吗？不要脸！你说我抢二哥8000块，那你拿走二哥19万6，你收老屋拆改10万预付款算什么？你用二哥假手印骗村民43万2又算什么？我收二哥5块钱，是因为那是他给我的家。你拿二哥19万6，是因为你把他当钱袋子。到底谁在抢二哥的钱？全村人都看着。许建成，你别装了！徐总，补助流水里还有几笔医疗报销款，被许建成转走后买了金种。医疗救助补贴？二哥什么时候申请过医疗救助？3年前冬天，许二和先生肺炎高烧，镇医院住院，当时有一笔临时救助款和医疗报销款，共计6800，到账后第2天转入马桂芳账户，随后在县城金铺消费5980。二和住院的钱他拿去买金镯，这还是人吗？怪不得二和那年回来瘦的不成样子了。那年冷，二和咳嗽，大嫂说花钱多，不许再病。二哥住院的钱你拿去买金镯，
那钱进了家里就是家里的钱，我买个镯子怎么了？我伺候这个傻子这么多年，买个镯子补偿自己，不应该吗？二哥不好，二哥让大嫂累，二哥以后补病。二哥，不是你的错，你该治，你住院的钱该花在你身上。谁拿你的药钱买镯子，谁才有错。二哥有错，大嫂才骂。他骂你，是他坏，不是你错。桂芳，你们连他住院的钱都拿。爸，你别听他们说的难听，钱进家里，总归是家里周转了。再说，二和最后不也好了？活下来就算你们没错，没死就算照顾得好。徐建成，你们对二哥的标准真低，低到只要他还喘气儿，你们就觉得自己有功劳。连药钱都拿，必须查！这不是家事，这是欺负老实人。补助、救助、医疗报销、老屋预付款、村民保证金，全部已经形成证据链。我建议正式报警，并提交民政、残联和相关部门。爸，你快劝劝他，他现在有权有势，真要报警我就完了。我可是许家的长子啊！爸，建成不能出事儿，儿子还没结婚呢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家脸还要不要了？长安，爸知道这些年对不起二和，也对不起你，可建成是你大哥，他要是真被抓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你现在有本事了，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？爸，你到现在还在护他。我不是护他，我是怕家散。家早散了，二哥睡柴房的时候散了，妈的信被你藏起来的时候散了，你知道大哥推我下河，却让二哥一个人傻了20年的时候也散了。现在你怕的不是家散，你怕的是大哥出事。可他也是我的儿子啊！那二哥呢？他不是你的儿子吗？他被强捕托，被骗手印，被打，被骂，被当傻子推出去背锅。你哪一次站出来说他是你儿子？长安，不骂爸爸，爸爸老了，大哥也怕。二哥没事。二哥，你可以不怪他们，但我不能替你原谅他们。他们欠你的，不是一句没事就能过去。那长安还要二和吗？要，永远要。爸，你可以偏心，偏了半辈子也没人拦得住你，但我也可以不原谅。从今天起，大哥的事儿按证据办，你的养老我会管，但你的偏心我不再买单。许长安，你真要报警？报。徐建成跑了。许建成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我没办法，我是替家里管钱，村民的钱是项目预收，二和的手印是他自己按的，你们抓错人了。这里有补助流水、医疗救助款去向、伪造手印文件、村民保证金收据、转账记录、证人证言，是不是抓错？调查会确认，但你现在不能离开。你们不能抓他，他是许家长子，他还要给我儿子买房娶媳妇儿，拿我们的钱买房，拿二和的补助买金镯，这种长子谁家敢要？长安，嫂子错了，你让他们放了你大哥吧，钱我们慢慢还，二和以后我也好好对他。大嫂哭，是不是二和不好？不是，他哭是因为他做错事要还，不是因为你不好。许长安，你别得意，你有钱又怎么样？你把秦大哥送进去，村里人都会说你心狠，你一辈子都洗不掉不孝的名声。不孝的名声我担得起，
二哥被你们欺负一辈子的账，我也查得起。比起当一个被你们绑架的好弟弟，我宁愿当一个替二哥讨债的坏人。长安，大哥会不会回来打我？不会，以后谁都不能打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二哥，爸错了。爸爸，起来，地上脏，膝盖疼。二哥，爸错了，爸不该让你睡柴房，不该让他们拿你的补助，不该明知道你受委屈还装看不见。爸，对不起你。爸爸没错，二和笨，二和吃饭慢，二和不会算钱。大哥大嫂生气，是二和不好。二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吃饭慢不是错，你不会算钱不是错，你生病不是错，你守不住自己的东西也不是错，错的是抢你东西的人，错的是明知道你被欺负却不管你的人。长安，爸知道你恨我，我不求你马上原谅，我只求你给爸一个补偿二和的机会。爸，补偿不是一句我错了，补偿是把他的钱追回来，把他的房子还给他，把这些年谁打过他，谁拿过他，谁骗过他，一笔一笔说清楚。你要是真知道错，就别再拦我查。我不拦了，该查就查。建成拿了多少，让他还；贵方拿了多少，也让他还。我这些年没管二和，我也有责任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！建成被带走了，你现在还要把我也推出来？这些钱都是家里花了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。你拿二哥要钱买金镯的时候，可不是全家一起带；你抢他捡瓶子钱的时候，也不是全家一起抢。别急，你的账下一笔算。爸爸吃了不哭。二哥可以不恨你们，但我不能替他原谅。二和这孩子心太软了。他不是心软，他是被欺负到不知道自己能恨。以前我们也笑过他傻，现在想想，真不是人。从今天开始，谁再当着二哥面说这个字儿，就别怪我翻脸。他不是傻，他只是受过伤，他只是没人教他怎么保护自己。长安，是我嘴贱，以后不说了。徐总，初步账目出来了，许二和先生名下补助、护理补贴、临时救助共19万6，其中医疗救助款6800，有明确挪用证据。老屋拆改预付款10万元，已经申请冻结。许建成私收村民保证金43万2，登记完毕。赵满仓关联账户8万6，也已提交。二哥，这些都是你的账，以后我查每一笔都会让你知道。你听不懂也没关系，但这是你的东西，你有权知道。二和的？对，二和的。不是大哥的？不是。不是大嫂的？不是。二和也有东西。有，你一直都有，只是以前没人帮你守。贵方，把二和的东西都交出来，证件、补助卡、旧衣服、存折，能找到的都交出来。爸，你疯了！家里现在全乱了，你还帮着许长安？建成是你亲儿子，我也是你儿媳，你不能看着我们被他逼死啊！我就是护你们护得太久，才把二和护成了这样。你要是真没拿，就不怕查；你要是拿了，就还。他可能要销毁东西。追！
马桂芳，你敢烧一张试试？拿出来。家里旧东西跟二和没关系。你越说没关系，我越要看。马桂芳，你现在销毁可能涉及证据的材料，后果比你想的严重。我建议你交出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想藏什么？医生当年建议康复治疗，半年复诊。爸，你签了字。我签过，可那时候家里穷，你妈病着，县城也要读书，二和已经这样了，治不治也未必有用。未必有用，所以就不治。二哥本来可能恢复一点，可能能学会算账，可能不用被人骗手艺，可能不用一辈子被叫成傻子，可你们放弃了他。长安不哭，二和好，二和能扫地，能挑水，二和不花钱治。你不是不配花钱，是他们不愿意给你花钱。当年秀梅活着的时候，拼命给二和攒医药费，他死后没多久，那钱就不见了。我问过德山，他说给建成办婚事用了。这份病历复印封存，联系省城医院，我要重新给二哥做检查，能治多少治多少，不能治，也要让他以后活得像个人。去医院要花钱，二和有8000，给长安。二哥的钱留着买包子、看病的钱我出，这一次谁也不准替你放弃。专家说，徐总，专家说二和先生的情况也许不是完全不可逆。二和，洗洗澡，换个衣服，明天跟我一起去城里。长安，二和真能做，车干净，二和会弄脏。能，车可以洗，人不能再委屈。怎么了？柴房门没关，机会进去，大嫂会骂。从今天起，柴房不是二哥的房间，你爱关不关。但如果我回来看见二哥的东西少一件，或者柴房里有一张票据不见了，马桂芳，你知道后果。我不懂，我什么都不懂。长安，我能不能一起去？我不是拦你，我就想看看医生怎么说。这些年我没带他治是我的错，如果还有机会，我想补上。可以去，但我先说清楚，医生怎么治听医生的，二哥以后怎么生活听他自己的，也听专业照护意见。你不能再用一句我是他爸替他做决定。我听。爸爸，二和去看病，这个给你买包子，你别饿。二哥，这张留着，这是你给自己的底气。以前你有5块钱就想给别人买包子，以后你也要学会给自己买。二和也能给自己买。能，二哥想吃什么，二哥自己选。以前真没看出来，他不是傻，是被耽误。幸亏长安回来了，不然二和这一辈子就真烂在柴房里了。长安，省城远吗？有点远。那回来时还能回妈妈屋吗？能，等你看完病，我就把妈妈屋修好，那以后就是你的家。从影像和认知评估看，徐二和先生确实是幼年颅脑外伤后遗症，伤害已经持续多年，完全恢复不现实。但如果当年及时康复，他不该退化到现在这种生活能力水平。您的意思是，他本来能好一些，至少可以更早建立语言、计算、生活自理训练，不一定能和常人完全一样，但不会连自己的钱、自己的权利都分不清。他现在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长期缺乏训练、缺乏稳定照护，还长期处在压迫环境里。简单说，他不是没救，是没人救。医生，现在还能治吗？可以做系统康复，认知训练、语言训练、情绪稳定、生活技能重建，效果不会立竿见影。但只要环境稳定，他会比现在好很多。前提是不能再让他回到以前那种被责骂、被恐吓、被剥夺选择权的环境里。长安，二和不回柴房了，那大嫂会不会骂？不回，柴房以后不是你的地方，你有自己的房间。真的有床？有门？有。大哥不能进来抢东西。
不能，谁都不能。是我害了他，医生当年让我带他复诊，我嫌花钱嫌麻烦，我以为他已经这样了，治也没用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？爸爸别哭，二和有钱，给爸爸买包子。二哥，这张钱先不给别人，你留着，以后你想买什么，先问自己想不想吃，想不想要。你不是只会照顾别人，你也该被人照顾。第一步就从让他知道自己也重要开始。把当年的病历和今天的诊断一起封存，这不是旧事，这是他们放弃二哥的证据。长安，这写的是谁？许二和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这屋是你的家。二和的，不是大哥的，不是爸爸的，不是村里的，是你的，妈留给你的。手续也已经重新登记，以后谁要动这里，都要问你愿不愿意。二和要是不愿意，可以说不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说不。不想给就不给，不想按手印就不按，不想让谁进门就不让谁进。床太干净，二和坐了会脏。床就是给人做的，也是给你睡的。你不是柴房里守门的人，你是这个家的主人。软的，不扎背。秀梅要是看见这一天，也能闭眼了。这被子烧了吧，别再让二和看见了。不烧，留着，让二和记得，以前冷，现在不冷了。好，那就放进柜子最底下，不是为了受委屈，是为了记住，以后再也不能回到那样的日子。长安，你大哥出事了！他说只要二和写谅解书，就能少判。二和，嫂子以前对不起你，嫂子给你磕头了，你按个手印，就按一下。这次不是骗你，是救你大哥。不按，长安说不想按可以不按。你大哥真要坐牢了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以前嫂子打你是嫂子不对，可你不是没事吗？你现在有房了，有钱了，长安也回来了，你就放过你大哥吧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他现在有房了，所以过去抢他的房可以算了；他现在有钱，所以拿他的补助可以算了；他现在没死，所以你们打他、骗他、骂他都可以算了。马桂芳，你们一家人的算盘只是一点没变。你闭嘴！这是二和的事儿，谅不谅解得二和自己说。二哥，你自己说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也可以，没人能逼你。长安，不按会不会不好？不会，你不想按，就是最好的理由。大哥以前抢二和包子，抢钱，抢妈妈屋，还说二和也骗人，二和怕他，二和不想按。二和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大哥是你亲大哥。长安也是亲弟弟，大哥推他下水，徐二和救，徐二和疼，徐二和不想疼了。听见了吗？这是二哥自己说的，他不谅解。这个不好，又要骗二和手印。二哥，别怕，游客来了你就给他们一块竹牌，发一个数一个，数错了也没事，我们慢慢选。一个人一块牌，发完说欢迎，不能怕。二和有工作。叔叔，我要一块。给，欢迎。谢谢叔叔。
说谢谢，他没骂二和。因为二哥做得很好。您好，请排队等候哦。许二和，今天工资80元，你签收一下。不会写名字的话，可以按手印，但要你自己愿意。你可以写名字，不急。这是二和挣的，是，不是补多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你自己挣。长安吃包子，二和有工钱，这次不是捡瓶子的钱，是二和自己挣的。哥，这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。一个傻子都能有工作，我却只能被全村看笑话。长安，二和有工作了，二和不白吃饭了。二哥，你以前也不是白吃饭，你扫院、挑水、喂猪、守老屋，那都是活，只是以前没人给你算工钱。他怎么回来了？听说取保了，钱还没还完呢。还有脸来项目现场？长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，我现在名声是坏了，可我毕竟是你大哥。你这个项目越做越大，总要有人帮你管。我在村里熟，人也认识，你给我安排个项目经理，我帮你把村里这摊子管起来。项目经理？对呀，长安，你大哥以前是糊涂，可他是自家人，外人哪有亲大哥放心。你让他当个经理，工资高点，我们也好慢慢还钱。你们拿我项目名义收了40多万保证金，拿二哥假手印做授权，现在还想回来管项目？许建成，你脸皮是拿村委会公章盖过吗？我都说了我会还，你非要让我在全村抬不起头吗？我当经理才能赚钱还债。你要是想赚钱，可以。项目缺保洁、巡逻、搬运、停车指导，工资公开，1天1结。你愿意干就按普通岗位来。你让我去扫地，我可是你大哥。二哥第1天工作，发竹盘站了整整1天，挣80万，他没喊丢人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扫地就丢人？扫地不丢人，二和以前扫很多，没人给钱。许长安，你就是故意羞辱我！不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可你要的不是机会，你要的是体面，是权，是能继续管别人钱的位子。你不是想改过，你只是想换个地方继续当爷。建成，我早说了，他不会管我们的，你还来求他干什么？跟着他低头，还不如出去打工。闭嘴！你吼我？要不是你收钱造假，我会被全村骂，我儿子的婚事也黄了。许建成，我跟你过够了！许建成，你没钱没脸，还欠一屁股债，这日子我不过了，我要离婚。长安，这个能一直戴吗？能，上班戴，下班可以收起来。这是你的工作牌，不是别人施舍你的。钱睡这里，门锁上，大哥拿不到。二哥，这是你家的钥匙，你自己拿着。我这里有备用钥匙，但我进门之前也会敲门，因为这是你的屋。长安也要敲门？要。爸爸呢？也要。那二和可以不开吗？可以。你不想见谁就不开，你不想说话也可以不说。你不欠任何人开门。二和，爸能进来吗？能。爸爸进来，不能骂人。不骂，爸以后不骂了。这被子还留着？留着，以前冷，现在不冷，以后看见就记得关门。二和，爸以后能常来看看你吗？敲门，带包子，不许拿钱。
说得好，以后谁来看你，都得守你的规矩。爸，听见了吗？这是二哥家的规矩，这一次不是你说了算。我听他的。长安，二哥会锁门了。以后，二哥也会保护自己。长安，不好了！马桂芳带人去柴房搬东西，说那里边有他的嫁妆。柴房里还有妈妈照片，不能让他拿。妈妈，还给二哥！你再碰他一下试试。这是我在许家住了这么多年的东西，我要离婚，拿点东西怎么了？你们许家欺负人，不让我活，也不让我拿东西。你要拿自己的东西，可以，但二哥的东西一件不准动。这张照片是我妈的，也是二哥守了10年的东西，你没资格拿。一个死人照片有什么值钱的？我拿去垫箱子不行吗？不能垫，妈妈会疼。妈妈看着二和睡觉。马桂芳，你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你拿二哥要钱买金镯，拿他补助养自己儿子，现在连他最后一张照片都要抢。你不是离婚，你是临走前还想从他身上刮一层皮。把照片还给二和。你娘家的东西你拿，二和的你别碰。以前欺负他还不够，现在还来抢。姐，要不算了，这照片拿了也没用。给你破照片谁稀罕？妈妈不脏，二和擦擦，二和没弄丢。你要离婚，我不拦。你自己的嫁妆列清单拿走，但二哥的钱、证件、照片、旧物少一件，我报警。还有，你从二哥账户拿走的每一分钱，该还的一分不少。我都要离婚了，你还逼我还钱？离婚不是免债书，你欠的是二哥，不是许建成。长安，二和刚才想说不，可是嘴慢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，你追过来了，你护住妈妈照片了。下次，二和会大声说不。对，下次二哥自己说。好，这是我的，不给你。长安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二哥，你刚才说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水很冷，长安在哭，大哥拿木船，长安不给，大哥推不动。然后呢？妈妈，二和快救弟弟！二和跑，鞋掉了，二和跳水，水里看不见，长安手小，抓住，把长安推上去。石头砰疼，妈妈哭，爸爸说不许说，大哥哭说不是故意，爸爸说二和笨了也活着，建成不能毁。爸，这句话是你说的？我当时慌了，建成哭得厉害，你妈也快撑不住，我想着二和已经这样了，不能再把建成也毁了。所以你亲口告诉二哥，他笨了也活着，大哥不能毁。你让一个救人的孩子背着这句话睡了20年柴房。二和活着，长安也活着，好，不够，二哥活着不够，你本来该好好长大，该读书，该娶妻，该有自己的日子，不是只要活着，就算他们没亏欠你。徐总，这段回忆很重要，虽然年代久远，但它能说明许二和先生受伤后家庭长期隐瞒和放弃治疗的背景，后续做权益保护、追谈和监护变更都有意义。记录下来，不是为了让二哥再痛一次，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
他不是无缘无故变成这样，更不是天生该被欺负。长安不顾，二和在，水来了，二和还救你。哥，以后不用你再救我了，这次换我救你。明天是你妈忌日，她要是地下有知，也该看看二和现在有自己的家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二哥也有家了，不睡柴房了，有床，有门，有自己的钥匙，还有自己的工资和账户。您当年让他守的屋，他守住了。这次换我守他。妈妈，这是二和买的，用工钱买的，热的。二和没偷钱，也没拿大嫂的钱。秀梅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临走前交代我旧屋给二和和长安，可我偏心建成瞒了10年，二和变成这样，我没带他治，他们欺负我装看不见。我不是个好丈夫，更不是个好爹。二哥，这张钱今天不送人，留着给自己。妈妈会不会说二和小气？不会，妈妈会高兴，因为二哥终于知道自己也该被疼。妈妈，许二和以后给自己买包子，也给长安买，2个都买。徐总，家族会的人到了，今天要把旧屋补助账户、后续监护和项目收益全都定下来。好，今天把旧规矩彻底结束。长安，今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二和该有的都还给他。长安啊，家里事儿没必要写这么死。二和这个情况还是得有个正常人替他管。你爸还在，哪有儿子绕过老子单得立账户的？以前就是你们嘴里的正常人，管走了二哥19万6补助，管走了老屋预付款，管出假手印、柴房、冷饭和病历被藏。今天不是商量谁管他，是确认以后谁都不能再乱管他。长安说的对，以前我偏心，我糊涂，总觉得建成是长子，家里东西就该向他倾。可这些年，二和受了多少苦，我都看见了，也都没管。所以今天我不再替二和做主，旧屋归二和居住，补助、追回款、项目收益全进二和独立账户。以后谁想动，必须走合法程序，必须问二和愿不愿意。爸爸不拿二和钥匙，不拿。以后爸进你屋也敲门。那爸爸可以来，带包子，不骂人。这是老屋居住权益确认，这是补助追回和账户监管协议，这是项目岗位收入和收益公示规则。所有文件会备案，许建成无权干涉，马贵芳无权索取，任何族亲不得代签、代领、代管。说到底，不还是为了钱吗？钱？二哥拿5块钱给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钱？二哥捡瓶子攒8000块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钱？大哥拿他19万6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钱？现在钱要回到二哥名下，你们倒是都想起来谈钱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许二和不是许家的累赘，他是有名字、有房间、有账户、有工作的一个人。以后谁再说他傻，谁再拿他当笑话，谁再想骗他手印，先问问自己配不配做人。几个，翻译，不要急，2个。谢谢叔叔。5块钱也能成立基金？听说是长安用二和给他的那张5块钱起的名儿，那张钱比几10万都重。二和不会说，长安说。这个基金名字叫5块钱，不是因为它小，是因为我二哥曾经只有5块钱，却愿意全给我。他自己睡柴房、吃冷饭、捡瓶子攒钱，可他看见我被赶出家门，第一反应不是问我有没有钱，是怕我饿。这个基金以后专门帮3类人：第一，被家庭忽视、侵占补助的残障者；第二，智力受损但需要康复和照护的人；第三，
像我二哥这样不会争、不会告状，却一直被当成累赘的人。第一笔卷款以许二河的名义，不是我施舍他，是他教会我真正的亲情是什么。徐总，经历了亲情背叛、财产纠纷、项目风波，还有您二哥这些年的遭遇，现在您算和家人和解了吗？我和二哥一直是一家人，至于其他人，不是说一句血缘就能把伤害的人抹掉。我会给父亲养老，但我不会再用家人2个字替任何人的错误买单。那您现在怎么看家？长安，下班了，回家吃饭。你看，这就是家。长安吃。今天二河发了竹牌，没有少，工钱也拿了。二河厉害吗？厉害，特别厉害。爸爸也吃，不能哭，吃了不饿。好，爸不哭，爸以后听二河的规矩。秀梅要是看见，心里肯定踏实了。妈妈，许二河有家了，长安也回家了，包子是热的，门也锁好了，没人抢。门锁好了，这是二河的家，也是长安的家。我们回家了。